重阳将至，祥瑞天降，今日相聚。对，二拜，三拜，重阳大祭是我们陈家村的传统，以祈求列祖列宗保佑，让我们陈氏一族人丁兴旺，繁荣昌盛。但是咱们的宗祠啊，年久失修，我与族中的长辈商量，务必要在重阳节之前重修祠堂。前段时间，我也每家每户都通知了，每家每户都要拿出善款。大家都准备好了吧？好。赵祖宗陈大东捐善款1000。好。赵祖宗咱们今天废品也没赚多少钱，咱们也没有钱捐，要不咱们走吧？赵祖宗陈友捐善款500。虽不是重阳大祭，但也算是祭祖。我们作为陈家子弟，不参与说过去。再说，大哥是村长，我要是不来，太不给面子。我也是心疼你，我就想拿这点钱给你买点肉，补身体。没事，希望祖宗保佑我们家慧慧读书顺利。爸，我拿到渊国斯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我能让您和妈在村里挺起胸膛做人了。好，太好了，我女儿有出息啊！我跟你妈在祠堂祭祖了啊。太好了，钱呢？装着打电话多领钱啊？钱呢？装着打电话多领钱啊？没有，大哥，钱我拿来了。就这么点儿？大哥，我现在就这么点钱，你也知道我身体不太好，家里那些钱都给慧慧留学用了。别说这些有的没的，今天是我主持，你是我亲弟弟，你就捐这么一点，我以后脸往哪搁？大哥，慧慧的学费还没凑够呢，我们实在是没有多余的钱了。大哥，大哥，没钱这是什么啊？好啊，你个狗东西还敢骗我！大哥，这是给慧慧上学用的，不能做善事。谁不知道你们家就生了个赔钱货，注定当野鸡，留什么学？啊！大哥、大嫂，这捐善款都是个人意愿，哪里有强迫人的？你们这样欺负我们，就不怕遭报应吗？怎么说话呢？咱们没有婆婆，没人教你这个儿媳妇怎么做人。那我这个做大嫂的，今天就好好教教你。别打了，大哥，别打了，阿斌身体不好，我求你别打了。回来，这是跪好。你嫂子教训你媳妇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求求你别打了。
爸，忆往昔，灯火可亲。今夕别，泪洒衣襟。爸，您最大的愿望，不就是想看女儿考上大学吗？你看看，现在女儿考上了，爸，您看一看，爸，你走的这么早，你让我们孤儿寡母可怎么活呀？慧慧，你这是干什么呀？妈，我想好了，我不读书了。家里轮不到你赚钱，难道你想像妈妈一样，一辈子捡破烂为生吗？你和爸不就是捡废品把我养大的吗？我和你一起，闭嘴！我就算是被欺负死，你也要去读书。慧慧，你以为捡废品容易吗？我和你爸从早捡到晚，从这个村捡到那个村，受了多少白眼，遭了多少罪。我和你爸一辈子就懊悔没有读书，所以才活得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妈，我和你爸穷了一辈子，被人欺负了一辈子，你爸才会被气死的呀！慧慧，你爸一辈子屁死屁活，就想看着你有出息。如今你拿到了斯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能出国读书，等你学有所成，回来报效华夏，你爸他泉下有知，也会为你骄傲的。可是妈，咱们家哪有钱供我出国？喂，钱的事你不用操心，妈就算是砸锅卖铁，也会供你读书的。妈，甜甜，吃点这个，这俩都是我早上去菜场才买的，新鲜的很呐。来，吃肉吃肉。佳甜，俊俊吃饭了呢。这个呀，是家里老母鸡下的饭，婶子想着你们住街上也不好买，就拿过来给你们吃了。谁吃那玩意儿啊？又脏又臭的。
上面还有鸡屎。哦，我忘了，婶子是捡垃圾，脏惯。我给你擦擦，擦擦就干净了。行了行了，婶儿，你说找我们什么事儿？这除了借钱呀，还能有什么事儿？这不是慧慧要出国上学了吗？还差2万块钱学费，婶子想着你们是开商店的，家里能宽裕一点儿。婶儿，这都是亲戚，这不是我不愿意帮你，是我这看着也风光，这兜里没半个子儿啊。这钱呢，都在那货里呢。能借多少是多少，都行。你吃饭，饭一会儿凉了啊。不是热菜。我知道。这婶子家里还有点事儿，这个鸡蛋留着你们吃，我就先走了。哎，别走，婶儿，这天也热了，我这饭呢也吃完了。娟儿，你拿个塑料袋把这剩菜一打包，给婶带走。好。小三，我这家里是实在不宽裕，这拿不出钱呢。这菜你带回去，这别的不说，管你的饱还是能行的啊！我拿着，拿着啊！不用啊！婶子，你干什么呀？这给你就拿着嘛！怎么，这饭都吃不起了，还嫌弃这剩菜呢？我可没少看见你和叔叔在隔壁饭店吃人剩菜，怎么，在人家家就不要脸，在自个儿家就要上脸来了？我收拾，我收拾。行了行了，血天乱乱，你赶紧走吧。婶子，你呀，也别怪我媳妇儿家里人瞧不上你。这人穷就不要要脸嘛，这是又要脸又没脸，最后就会惹人烦，懂不懂？行。等一下。鸡蛋拿走。谢谢，谢谢家天治你。甜甜，怎么不给200块钱呀？这200块钱够吃顿活了。就当打发就花走。陈叔叔，慧慧今天就要出发去上大学了。丽丽姐，三伯伯，姐强，我年纪大了，就图个吉利，你给我磕几个，我听个响。哎，好，好。3、2、1，开始。妈，你在干什么？妈没事。听不见啊，吴平，你是不是糊弄我这糟老头子啊？没有，你再听听。听不见啊，听不见啊！妈，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你和爸就是这样被欺负的吗？耳背了，听不见啊！妈，没事儿，没事儿，妈不委屈。妈，我不想读书了。这人穷呀，就是罪过。人穷就会被欺负。亲戚们明里暗里的嘲讽我，你以为妈听不见吗？可是妈要活着，妈就得装着听不懂。他们要打妈的要脸，妈也只能笑着说不疼。你继续打着，这穷人啊，就是这样。我们要缩成小小的一团，才能活下去。慧慧，你要好好读书，读书有了文化，就不会像妈妈这样窝窝囊囊的。妈也能跟着你沾点光。妈也想知道，这有尊严的人是怎么样的。慧慧，等你在渊国呀学有所成，出人头地，那报效华夏的时候，妈就去祠堂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爸，让全村的人都高看我们一眼。妈，我一定会报效华夏，给您，给爸这脸面。10年，最多10年。10年后的重阳大节，我要风风光光的祭拜祖先，让亲戚乡亲高看我们。慧慧，慧家，慧慧啊，这是婶子省下的口粮钱，你拿去当个路费，一定要好好读书啊。慧慧，这是七伯伯卖了几头猪仔换来的钱，这钱啊，你拿着，去了渊国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报效华夏。谢谢乡亲们。慧慧，你一定要记住，你今天出去上大学的钱，都是乡亲们一分一厘给你凑出来的，将来一定不能辜负了乡亲们的恩情。乡亲们，今日的恩情，我永不敢忘。我陈慧发誓，今日之恩，他日我定全有效报。陈教授，想好了吗？还要回华夏吗？我要回去。华夏有什么好的？又贫穷又落后。正是因为华夏落后，我才要用我的毕生所学去帮助国家走向繁荣强大。我已经跟上面申请了，将你的年薪由1000万调整为1个亿。只要你签字，渊国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都来看看，都来看看。哎，这不是陈慧吗10年未归啊！没想到他不但抛弃了他妈，还背叛了华夏。呸！真是要你样你，要改样你。都在陈家村，他陈慧呀，就是渊博的走狗。咱们家的好女婿张俊，那可是在科技院下属分院上班，那才是报效华夏的。应该的。即便是死，我陈慧也绝不做冤魂。既然你一心想回华夏，华夏又反复跟我渊国交涉，那我就让他们得到一个疯子。幸好血瓶还在，我一定要回去报效华夏。什么？陈教授回国了？好，我马上派人去接。芯片呢？陈教授，你醒了。我推演研制超导体的过程全在里面。放心，张老已经拿了芯片，在上交的路上。陈教授，我现在代表张老，邀请您即刻加入高新科技院担任院长，负责超导体项目的研发。近期，一则关于在渊工作的首席科研教授陈慧加入渊国国籍的新闻，在自媒体平台广为流传。现在不行了，我要回家。现在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叛徒，我妈柔弱，她一定会被欺负的。我要保护我妈妈。张老，陈慧教授是国之重器，你派人跟陈慧教授一起回乡祭祖，势必要给足陈慧教授体面。是。另外，再准备一张华夏科技院的聘用书，通知华夏电视台，我要直播颁发聘用书的全过程。我要让全华夏的人都知道，陈慧不是叛徒，他是华夏脊梁，是我们的英雄。你亲自护送陈教授回乡祭祖。是。十为九月，去暑三秋，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先主之德，百世传扬，庇佑后世，福泽绵长。重阳祭祖时，跪谢祖宗恩。陈大山一脉，跪谢。跪。陈氏一脉，跪谢。慢。祖宗有云：晚辈失当，长辈之责。胡平，你女儿现在是华夏的叛徒，千古罪人。陈慧，让我们陈家村遭受10里8乡的唾弃，让我们陈氏一族蒙受巨大的耻辱。你怕什么？你没有资格祭拜我们陈氏祖先。叛徒的妈没有资格祭拜陈氏的祖宗。养出当华夏叛徒的女儿，这个当妈的能是什么好东西？华夏祭祖源远流长，
饮水思源，恩义延绵，祖宗功德永不敢忘。恭迎英雄陈慧荣归故里，弘扬净土。妈，这么多年了，你过得好吗？不会的，不会的。我们家慧慧是个好孩子，从小就懂规矩、听书理，她绝对不会出卖华夏的。媒体都已经报道了，现在全华夏的人都知道你女儿陈慧是冤国的狗，你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岂可你一定有误会？误会？哪有什么误会？不就是因为陈慧穷，为了钱才背叛我们华夏的吗？我就是穷的讨口，也不会当冤国的走狗。乡亲们，这一定有误会。等慧慧回来了，我让她给大家解释。她还敢回来？你女儿已经签字了，她现在是冤国的人，在为冤国卖命。乡亲们，生女如此，我胡平有愧于乡亲们的恩情，有愧于列祖列宗的教诲，在这里，我给大家道歉了。我胡平从此以后当牛做马，也要替我们家慧慧赎罪了。华夏的叛徒，走狗！滚出石家村！走狗！滚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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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你还觉得委屈？生女如此，我今天就是千刀万剐，你是什么鬼？女儿回来了。妈，慧慧，我的女儿，你终于回来了。怎么还有脸回来？妈，不要骗我妈，不给冤国人当妈。妈，你也看新闻了，那些都不是真的，我可以解释。真的吗？那你快给大家解释解释。乡亲们，我陈慧对天发誓，对着列祖列宗发誓，我没有加入冤国籍。那视频掐头去尾，是冤国人用来迷惑华夏、乱人心的。我自始至终就是华夏人。那你怎么解释你10年未归？我在冤国学习期间，顺利的加入了他们的科研院。为了学习最先进的科技技术，我不得已留在了冤国。我一心想要学习冤国最科研的技术，直到我在实验室研制出了超导体，我就知道我该回国了。他们甚至开出了1000万甚至上亿的年薪，我都没有动摇，因为我知道我是华夏人，我身上流淌着的是华夏人的血。哎呀，那按你这么说，你非但不是冤国的走狗，你还是我华夏的英雄了。大伯，英雄不敢当，这是我作为华夏儿女应该做的。乡亲们，都听见了吧？
我们慧慧没有背叛华夏，这10年来，她一直为华夏忍辱负重。他就是个骗子，背叛华夏的新闻已经传遍华夏每一个角落了，我们看不到吗？那些都不是真的。那好，那我问你，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不会去燕国？即便再重来1万次，我陈慧依旧是当初的选择，万死不悔。孙教授、邱小璐个人到此，你们跟上，赶快将礼品送到此打。你不悔，好一个不悔！到如今你还不知悔改，我陈氏一族容不下你这个叛徒！我提议陈慧、陈氏除名，以儆效尤，也让我陈氏儿女知道做人的底线是不能碰的。大伯，我为华夏立下大功，华夏要赏我万两金，你却要将我陈氏除名。不光是你爸妈生下你这个丧尽天良的东西，他们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陈氏一脉都要除名，陈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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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名。什么？我马上到。慧慧，怎么办？你爸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小姐们能高看他一眼。如果他地下有知道自己被陈氏除名，恐怕恨不得再死一次呀。我不是叛徒，我在渊国潜心学习，这是为了报效华夏。你们相信我。他研制并带回的超导体技术，将带领华。上火盆！你敢？我一村之长有何不敢？你们一家被除名，就怪你。我说了，事情不像你们说的那样，我和渊国没有任何关系。你签字的视频已经传遍华夏每一个角落了，还能有假？我宣布，陈氏一族从族谱上除名，陈氏人除名。大伯，我最后喊你一声大伯，你将英雄一家陈氏除名，永逐陈村，这千古罪名，你担不担得起？你是英雄，族谱，其余人将陈氏遣出处分。不要！怎么办？你爸不能被遣出处分啊！华夏科技院辅佐华夏英雄陈慧回乡祭祖，代陈氏孝子贤孙陈慧送价值1000万毫米，贺陈氏一族福泽绵长，世代兴旺。星河长明，巾帼星光，孝子贤孙陈慧送星河琉璃盏一对，守陈家村万世长明，巾帼不让，英雄凯旋，孝子贤孙陈慧送凌云志书卷一套，愿陈家村再创辉煌篇章，光芒万丈，令人敬仰。孝子贤孙陈慧送菩提金像一座，贺陈家村恩泽广备。华夏科技院华北区总负责人严谨下属周启明送礼来迟，为英雄陈慧策反。
陈慧到底是什么身份？科技院竟然给他送这么多礼？难道是我们误会他了？陈慧教授是我们科技院的新任院长。院长？乡亲们，我没有背叛华夏，这些是华夏科技院代我送给城市列祖列宗的。不错，陈教授是我们科技院的新任院长，他研制并带回的超导体技术将带领我们走向下一个纪元。他不仅是你们陈家村的功臣，更是我们整个华夏的功臣。陈慧是华夏功臣，我们陈家村是华夏功臣了？怎么可能？他还要是华夏的功勋，那我在干什么？我说我是华夏英雄，你现在信了吗？陈大山呀，陈大山，你身为一村之长，怎么可以这样欺负我们的英雄呢？你还想把功勋父亲的坟挖出来，真是丧尽天良啊！这样的人怎么有资格当我们的村长？他也当不了多久村长了。上面不是要把陈家村烧上去和原动力物料吗？他连村子都守不住，他算什么村长？要我说呀，我们陈家村的村长应该是陈慧才对。都给我闭嘴！你们胡说什么呢？陈大山，当村长最重要的是以德服人，你现在怎么说啊？既然你无才无德，那这村长你也别当了。各位乡亲父老们，你们啊，都被他给骗。老公，慢点，慢点。他陈慧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你是表妹，忘了给你介绍了，这是张俊，我老公，科技院分院行政主管，所有的人事调动都要经过我老公的手。他的资料啊，从未入过系统。陈慧，你就是华夏的叛徒。张主管，有些事你可能不是很清楚。陈教授因功勋卓著，已被任命为科技院院长。说任命就任命，任命书呢？张老已经审批上报，文件下发还需要时间。哎，我看呀，你们就是在说谎吧？啊，这现如今陈慧在外是人人喊打，现在又雇这么个演员回村骗人，陈慧，你安的是什么心呢？我没有骗人，文件下发需要时间很正常。事到如今，你还在这嘴硬呢？你还有什么好说的？看清楚了，华夏科技院总院高级职员周启明携1000万好礼特赠陈家村。如果我不是华夏功勋，陈氏列祖列宗凭什么受科技院好礼？人家证件都亮出来了，还能有假吗？乡亲们，陈教授真的是华夏的功勋呐！超导体技术，你们知道他是怎么带回国的吗？他硬生生将超导体芯片塞到肉里，一块好肉反复发炎溃烂，看看这些累累伤痕，都是他爱国的勋章呀！还爱国徽章呢？我看呀，就是背叛华夏，在外挨着打吧。就凭几句话也想伪装成爱国徽章？也是，都背叛华夏，那岂不是张口就来？你这种贱人，哪懂得什么礼仪廉耻啊！闭嘴！敢对华夏英雄无礼！来，乡亲父老们，大家看，这
还是爱国徽章。我这条腿啊，就是因为华夏而废的。乡亲们，你们有所不知，华夏科技院近日正在潜心研制超导体，但是始终难以突破瓶颈。你们猜怎么着？我老公把那试管这么随便一放，超导体竟然研制成功了。我老公的腿呀，就是在实验当中给炸伤的呀。陈慧，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不过姐夫是行政岗位，怎么可能进得去实验室？你就是嫉妒。对，你嫉妒我女婿厉害，你嫉妒我们家甜甜嫁得好。你陈家村集体搬迁的计划搁置。哎，好，好消息，大大的好消息啊！乡亲们，大家都知道，前段时间上面下文了，要在咱们陈家村兴建那个什么原动力废料堆坑，让咱们全村都迁移呢。刚才接到电话，上面通知啊，咱们村出了一个功高盖世的华夏英雄，咱们不用搬了。不仅不用搬，咱们村啊还要兴建度假村。我们是不是要发财了？张老感恩您对华夏的牺牲，太严了。替我谢谢张老。哎呀，这是我的好女婿呀！应该的。各位乡亲，这天大的福祉都是用我老公的一条腿换来的呀！对，家田，你可给你爸脸上添光了。陈慧，看看我女婿张俊可是研制出了超导体，再看看你，穷的连华夏都要背叛。哎，你不是说你是科技院的人吗？这科技院总院我去了无数回，怎么从未见过你？哼，他的资料就没在库里，他根本就不是科技院的人。骗子！那你的意思是说，这陈慧也不是科技院的人了？姐夫，以你的权限，是怎么进得了总院人才库的？陈慧，你赚的脏钱还真不少啊！给他伪造科技院的政绩，又拿这么一堆假货来装样子。你的意思是说，这些都是假货？当然，科技院云溪分院院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可从未提及有人来给咱们送礼。那些人呀，分明就是陈慧请来的。陈慧，你带着这么一堆假货来诓骗祖宗，你真孝顺吗？你知不知道陈教授对华夏是怎样的存在？怎样的存在？华夏的叛徒了。今天就算我把你打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啊？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啊？我是华夏科技院的英雄，你们这样对英雄，不怕被全国人民戳脊梁骨吗？哼，英雄？这什么时候通敌叛国也算得上是英雄？做出贡献那叫英雄。不过我看你倒是长得有几分姿色，不如把你卖给隔壁村的张麻子，这换来的钱呀，翻新我们陈家村的祠堂，也算是他对陈家村做出最大的贡献了。哎，我的腿！侮辱华夏工程是重罪，诚心和陈教授道歉，可以饶你这一次。老公，你可是我陈家的女婿，我爸半个儿子，你就算是死，你给我求饶啊！对，不能求饶。陈慧，陈慧，心上这条狗，赶紧把我放开！你简直是倒反天罡了！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叶成文，叶总，他的直接汇报对象可是科技院的张老，同案科技院、研究院、工程院的张老。
现在科技院的院长位置空缺，叶成文才是实际的掌权人。要是让他们知道你这样对我，非剥了你们的皮不可。那你倒是把他叫来，我看他敢不敢扒了我的皮。陈教授，跟他废什么话？上车了！哎呀，你怎么可以？你快过来呀！陈家村要我去救你的男人，今晚。好，陈辉，我是不会让你加我一头的。你一定是我爸爸最骄傲的孩子。吉时已到，祭祀先祖。给陈教授的特聘书已经盖好了章，陈慧正式成为我们的院长。好的，陈教授，哦不，陈院长，上面给您的特聘书已经制好，我这就去取，待会儿再来接您。等拿到特聘书，村民们一看，一切谎言就不攻自破了。重阳祭祖是华夏民族极为重视的传统习俗。重阳祭祖是对逝去亲人的缅怀和追思，更是对家族文化、历史的认同和传承。下一环节吃羹饭。哪里住？陈大山，你又想干什么？华夏叛徒挣了点钱，请了个演员。我之所以让你祭祖，那是害怕耽误吉时。你真的以为你还有资格进屋吃羹饭？你以为你请几个演员就能骗得了我们吗？当我们是250呢？你的演员呢？是不是花时间买的？哈哈，跑了！考上渊国的高材生，多好的苗子呀！当年我们家还给凑了学费呢。我们也凑了。王熙恩、金昭桓、陈慧，你有钱请演员，没钱还恩情。陈慧，你还记不记得你是怎么去的渊国？是乡亲们一家一户给你凑的学费。离乡10年，我陈慧时刻未忘乡亲们的恩情。这次回来，不单是为了祭祖，我还给每家每户都准备了100万的支票。100万！感谢乡亲们，我青云志。堂姐，这是你。守小义，缺大德。你的脏钱，我不敢要。请演员都不舍得加10场，把戏演全了，给我们一家一户100万。你知道一家一户100万是多少钱吗？支票肯定是假的。陈慧，你居然拿这些假支票来诓向我们，真不要脸！乡亲们，周特组他不是演员，他只是去取特聘书了。等特聘书一到，就能证明慧慧他不是叛徒。我看这特聘书是到不了了。就是乡亲们，这一个个一件件的证据都摆在眼前，你们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是个好人呢？证据？你在申请书上签字的视频，就是你叛国的铁证。如果我真的在文件上面签了字，那为什么渊国不放出来？陈大山，你凭自己的臆断就判他人的善恶，
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当村长。我不配当村长，我陈大山一心为了陈家村，除过我，还有谁有资格当村长？对呀、慈母多败儿，你生下陈慧这个贱女，就是因为你这副穷酸样。新年有吉祥如意鞭炮声，那重阳就该有招财进宝巴掌声。这巴掌声和磕头声一样，我们应该找出村里最穷的一户，然后村里每人扇他一巴掌，这也算是跪求祖先赐福于我们了。陈大山，你敢？不平，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带你收货吗？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千刀万剐都冲着你来吗？你要下陈慧这个叛徒，现在就是你赎罪的机会。婶子，你说你这一辈子都没有出息，现在多了一个让我们高看你一眼的机会，你可一定要好好把握。就是，你不是不相信我的好女婿是功勋，是英雄吗？不是说这功勋出在你们家吗？我看呐，今天就让乡亲们一人打你一巴掌，这说不定不信给你们家了。我没有罪要说，我们家慧慧是华夏英雄，祖宗祠堂由不得你。不平，你要搞清楚，就算陈慧真的是华夏功勋，那又能怎样？你以为乡亲们想要的是这个真相？你今天能让他们不痛苦，陈慧以后就别想在村子里待。嗯。妈，你干什么？原本是妈没本事，是妈一心想让大家高看一眼，没想到却连累了你，这一切都是妈的错。瞧瞧，都瞧瞧，看他这副穷酸样，这穷人呐，都是嘴硬膝盖软。你们在干什么？我可是华夏功臣啊！我拼死讨回华夏，我这身上这一条条的伤痕，都是为了让百姓们能够拥有更幸福的生活。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为什么？华夏！大吉大利呀！大利，大吉大利！后边的更快点！重阳佳节，财源广进。别主任，啊，家村敢欺负我们院长，我马上到，安排直升机。这是我爸作为村长给大家的福利。要是重阳节你还能用巴掌代替磕头，那就太好了，真是好提议呀！老主任，你
你们有没有想过，村里面最穷的人，有一天会变成你们自己？你们就不怕打出去的巴掌，终有一天会回到自己的脸上？你们穷了一辈子，还有富的一天吗？可笑！30年河东，30年河西。就像今天你是人人尊敬的村长，明天可能你就是人人过街喊打的老鼠。整个村的福气都是我带来的，是我和我的家人带来的。如果没有我，陈家村就是垃圾场。是我和我的家人保住了陈家村。不必因为我给陈家村恩惠了。见原动力物料堆坑的事情，再商议。哎，你看，什么？度假村计划取消了。什么？难道陈慧跟着陈阳九可以决定我们陈家村的生死？是你耍了什么花样？不可能，你没有这份能力。一定是你破坏了我们陈家村的基因。陈大山，你就没有想，我真的是华夏公主。现在这局面，你怎么收场？敢破坏我村长的威严，村会绝不会饶了。这回是你，一定是你破坏了我陈家村的机遇。重阳佳节，祭祖吉日，容不得你在这胡搅蛮缠。乡亲们，我们一定要好好收拾他，否则祖宗一定会怪罪他。我上。让你护送陈院长回乡祭祖，就这样做成吗？快走开点！陈慧，你这个不知尊卑有序、目无尊长的贱人！你爸死了，我就替他好好教训教训你。我看谁敢！我看谁敢！看是谁还敢羞辱爱国功勋！看谁敢羞辱爱国功勋！严科长，您还亲自来看我，这张老最近身体如何呀？知道这是谁吗？他能是啊？他可是爱国功勋华夏的体，是他九死一生带领超导体兴起。他是我们科技院现任院长，只有在年会上才有资格见面，得对头上司。这怎么可能啊！严科长，他就是这贫穷相父生的这赔钱货吧？闭嘴！羞辱爱国功勋，你们知不知道什么罪？张老特助严谨，恭请华夏英雄陈慧担任科技院院长。恭请华夏英雄陈慧担任科技院院长。真是风水轮流转了。羞辱爱国功勋，你们有一个算一个，都得坐大牢。大侄女儿，我们也是爱国心切，才收了那冤国的蒙骗呢。对对对，我们虽然做法不好，但是我们心是好的呀。是吧？陈慧，你这是什么表情？就算你做了科技院院长，那又能怎么样？得饶人处且饶人，你懂不懂？你要是没有容忍的度量，就算做了院长，那也怕是没有命当吧。你陈慧，你疯了是不是？夏天是你堂姐，谁想打她？你陈慧这贱人真是英雄，
现在还成了他的铁布丈夫。如果他真是因为我这么为难陈慧的命，只怕是攻最后那家庭课求上了。我们院每年都要审查，如果知道陈慧品行不端，他就算当上了院长，也得给我下。陈慧，你不过就是拿你的身份来压我各位，这在场的这父老乡亲们可都打了你妈嘴巴，你难不成要一个接一个的打回来？陈慧，你真是狼心狗肺，连自己的血亲都……慧，我们打你妈，因为你大逆不道，忘恩负义。还有谁？陈慧，我们都已经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怎么样？你难道连我都想打吗？道歉？你们这是道歉吗？有趾高气扬的跟人道歉的吗？伤害了别人，就一句我们都道歉了，就可以一笑接过？那我陈慧跟你道歉，对不起，我今天就是要打你。毁我村长威严，别让我抓住你的把柄！陈慧，这可是你大伯呀，你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我忘了还有你是。是谁？动我的人！动我的人是要付出代价。您怎么了啊？哎，甜甜，快来！这位啊，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在总部非常关心我的那位领导啊。这位啊，仅在张老之下，那简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啊！我能在科技院云溪分院上班啊，都多亏了领导的安排。应该的，应该的，毕竟你这条腿是为咱们华夏伤的。就是他们欺负的你，那我今天就怎样？严特助，好你个野兽，再提位起职是吧？严特助，您听我解释。我不用听你解释，等我们陈慧院长回去，马上就开除。院长，科技院的新任院长。你也没告诉我，我得罪的是院长。领导，你别怕，这陈慧啊，可是我们公认的华夏叛徒，他怎么可能是我们科技院的院长啊？原来他们有一腿呀！装什么大尾巴狼？跟我一样，不过给情人撑场面罢了。你这特聘书章子不对吧？这特聘书是假的，你这特聘书上的章啊是金色的。我们科技院人事任命啊都是红章，无一例外。陈慧，你胆子可真够大的，敢私刻印章！呸！咱们院呀，从来没有这金色的印章。功勋归国，上面很重视。我今天来迟的原因，就是为了这金色的章。弄虚作假。严姐，你今天整这么大阵势，是为了给你这小琴音撑场面吗？胆敢污蔑我们院长！你公然违法，此事若是让上头知道，轻则撤职，或坐牢。你职级比我高又怎么样？我现在捏着你的把柄，捏死比捏死蚂蚁还简单。不想干，你马上就要因为谋私被撤出科技院了，我还怕你不成？动吧！
陈慧，祖宗祠堂里我们陈家村的事情，非要让外人看笑话吗？3分钟，我马上带着我妈离开。严特助，你们先回去吧。陈慧，现在已经证明你不是科技院院长了，你还有什么话说？他们搬弄是非，就能证明了？还在狡辩？证据已经这么多了，你还要再撒谎？怕死都要让你出国，就养出你这么个白眼狼，让你背叛华夏，让我陈家村蒙羞。我提议将陈慧一家逐出族谱仪式，继续。陈大山，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陈慧，你还要垂死挣扎？一个华夏叛徒，叫了一群演员，演了一场大戏，耽误了一点时间，那又怎样？还不是连累你爸妈和你一样被赶出陈家村？上家谱。陈氏一族族谱除名。陈慧，你要干什么？啊！族谱是家族的传承，是陈家村的根。你是要把陈家村所有人的根都连根拔起吗？你还有没有把列祖列宗放在眼里？陈家村有你这样的人当村长，这族谱不过是摆设罢了。你不是要把我们家逐出陈氏族谱吗？那这族谱不要也罢。站住！一次次混淆，把我的脸，将我的村长威严按在地上，绝少不了你。好，陈慧，你可真孝顺。乡亲们的情，你还了吗？当初乡亲们每家每户一分一厘的供你上学，乡亲们的恩情，你还的是什么？是背叛华夏，是烧毁族谱。我没还吗？那100万还不够吗？好，那你们一个个跪在我面前赎完你们的罪，我再给你们100万。陈慧，你一身血肉皆来自于我陈家村，你就要把这些血肉都还给陈家村。你一根头发丝也别想走出陈家村。你想要我的命？大家看看这张，陈辉教授回国时将芯片藏在了肉里，他被渊国人扔在大街时，他担心自己再也醒不过来了，就生生的用指甲抠开了自己即将愈合的肉，将芯片牢牢的握在手中，才使我们第一时间发现了芯片。多么强大的爱国之心，才能让他不惧疼痛，甚至生死？是啊，陈辉教授不是叛徒，我需要你们用镜头让全华夏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实。
你一条贱命，要是能赎罪，是上天的怜悯。这是要人命啊！村长仁义的很，吓唬吓唬他们，报那一巴掌的仇罢了。大哥，怎么非要那是这样？死性不改，科技院的严特助还在外面。好啊，那就看他们救不救得了你。3分钟了，怎么这么久？那就看他救不救得了你。别动静！把门给我撞开！大哥，我和慧慧都会离开，你就不能饶了我们吗？大哥，我求求你了，慧慧可是你亲兄弟的唯一血脉，求求你，你就饶了我们吧，你就把我们当个批发了，好不好？妈，你站起来！我说过要让你好好的活着，我们不跪。妈，我们起来！妈要跪，慧慧，你今天如果还认我这个妈的，你就给我站在这儿别动。妈，你说过你想看有尊严的我人是怎么活着的。我现在是华夏功勋，我可以让你有尊严的活。慧慧，是妈错了吗？妈是让你有尊严的活着，而不是现在这样。你的身份无法证明，现在家谱也毁了，你爸这一生最看重的东西全都毁了。你还有脸哭？教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女儿？背叛华夏，烧毁族谱，就没有你女儿不敢干的混账事？大哥，是我错了，是慧慧错了，我求求你饶了我们吧。妈，你别求他，我没有说谎。我们现在就离开，永远都不回来这里了。我证明给您看。想走，想得美！我要你割肉还血！什么？功勋受贿？岂有此理！大哥，我求求你放过慧慧，不给你磕头了。陈大山，你再不紧闭，我饶不了你怎么个不饶我呀？啊，你不过是个人人喊打的华夏叛徒，你能拿我怎么样？嗯？我看你能玩出花来。想要自由身，好啊，剔骨还父，削肉还母，把你那肮脏下贱的血和肉全都剔除了，我就让你走出陈家祠堂。陈大山，你想要我的命，你一个村长有什么？哎，我可没动手，你要是不愿意，尽管走啊。阿丁，忘了告诉你，
你不在这几年，你妈为了给你筹学费，把你家的地都卖了。我记着，你爸的坟就在我的地里。哎，弟妹，我在我自己的地里刨过你的坟，没什么不合适的。啊，还有一件事，你不在，你妈一个寡妇在村里，可是借了我很多钱呀，你知不知道？5000，整整5000。你如果不想我把你爸的骨头一寸一寸的碾成金粉，又不想我把你妈卖了用彩礼还账，那就你自己了。我就要你削骨剔肉。不要，不要，大哥！求求你放过慧慧，这一切都由我来承担。让我嫁给那个铁柱换彩礼，我嫁，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妈，慧慧，你不要说谎，你忘了你爸是怎么死的吗？他已经死了，我们就不要再折磨他了。这一切都让妈来承担。好啊，不愧是我的好弟妹，通情达理，不像你这个女人。我给你个面子，饶陈慧。乡亲们，陈慧自知罪孽深重，欲自裁谢罪，但是怎么说，也是我亲弟弟唯一的骨肉。我在这里向大家讨个恩典，求大家只要3到5天就让他走，如何？我就说嘛，村长吓唬他吧。村长不但替我们报仇，而且成全了兄弟之情。好，我们听村长的，听村长的，对不起，都听村长的。多谢。陈慧，我不要你的命，3刀，一刀刺手掌，断亲情，亲疏远近皆断尽，从此你我不相干。2刀刺手臂，断乡情，乡里乡亲皆无益，从此相逢不相迎。3刀断祖情，祖宗恩情不护你，从此不随我陈家姓。3刀过后，若你不死，我给你1天逃跑的时间。这3刀下去，他的命还有吗？这贱人自有天收，这是他的命数。我陈慧为华夏九死一生，在我祭祖的时候，你们竟然要逼我死在祖宗祠堂里！你们欺负功勋，天理难容，饶不了你！饶不了，我听的耳朵都起茧子了。快点！岂敢忤逆！我没错，我就算死，也要死在实验室，死在为华夏昌盛而奋斗的路上。我的命，不是你们这群小人可以拿走的。你与我陈家村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了，我赖这儿干什么？就是真不要脸！背叛华夏就是不忠，不在祖宗祠堂前赎罪，那就是不义。不忠不义之人，活着
是个祸害，就是祸害。我不忠不义，不忠不义的是你们。你们凭借不能定论的小道消息，就定了我的罪。你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就能轻易言他人对错，断他人生死。结果是怎样的，无所谓；真相是怎样的，你们不在乎。你们这群小人在乎的只有今天又有一场好戏可以看了。如果我今天被你们枉死，你们不过也只是唏嘘两句。原来我错怪他们了，你们不用付出代价。你们凭什么不用付出代价？说来说去，你当叛徒是我们的错，是我们陈家村的错了。是啊，都怪我们陈家村的人太善良，一家一户东一点西一点，这个钱送他去了冤国呗。你给钱了吗？善的是你吗？行小善就可以做大恶。会，这是我村长立威的大幸运跟我了。想想你爸、你妈，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都要在我手里安置。观众朋友们，现在是我们的走进英雄现场直播节目，我们已经到达了陈家村，英雄陈慧此时此刻就在陈氏祠堂。陈氏列祖列宗在上，陈氏子孙陈慧，陈始祖之志，忠肝义胆，为华夏生死无悔。现遭大伯和各路远近亲戚逼迫，无奈3刀立誓，一刀断亲，情难续。2刀断情，恩还清。3刀立誓，恶者必偿，善者得安。我陈慧势必要陈家村听我号令，铲除一切奸佞。你居然还想踩到我的头上！有没有祖宗家法？你的先例有没有规矩？如果这祖宗家法是穷人受辱，好人蒙冤，共殉枉死，那这祖宗家法就应该被我踩在脚下。大逆不道，你道法天罡！如果这就是你们的天罡，那我反了又如何？如果天道不公，那我便要逆天而行。逆天而行，为常人所不为，你就不怕报应吗？我为华夏在渊国忍辱负重10年，为全国制造出了可以改变世界的科技。我是遭报应，我的报应不就是你们吗？嗨，用力！都给我上！现在你们的报应到，传我命令，见原洞里无料堆坑的事情，就建在陈家村。他们不配我保。
一次把戏，你玩2遍。上一次我还不是院长，这建议。这一次是命令。村长，这该怎么办啊？村长，你吓唬谁呢？你不温柔，我帮你温。陈家春，好大的威风，竟敢欺辱华夏脊梁！陈家春，好大的威风，竟敢欺辱华夏脊梁！这不是张老吗？我老在新闻上看见他。我们这个小地方，张老搂个亲来，真是蓬荜生辉啊！张老，您是来看我的呀？我为咱们华夏付出这点小伤不算什么礼貌。张老，您来的正好啊！您也应该知道，这原本不是要在我们陈家村建这个原动力物料堆坑的事情啊。因为我是华夏功勋，所以把这事儿给停止了。但是陈慧这个贱人，不知道用了什么手脚，现在又让这个事情启动了。他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你说谁？蠢货！张老，陈院长来了。什么？陈院长？张俊，你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是谁吗？你能是谁呀？你不就是那个背叛华夏的贱人吗？闭嘴吧你！英雄陈慧，您的事迹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您是我们华夏的骄傲。能谈谈您在渊国忍辱负重的心路历程吗？陈慧真的是华夏功勋，都怪你陈大山这么欺负我们的功勋，我看你就是狂妄自大，根本没有资格当我们的村长。就是啊，原来陈慧真的是院长。怎么办？我们得罪了他，他要在我们陈家村建那个物料垃圾场。快，陈大山！不是吗？张老，您可千万别被他骗了呀！来，您看看，这严姐为了帮他这小情人撑场面，都开起假账来了。您呀，一定要严惩这件事情。给我闭嘴！陈慧就是我们请来的院长。陈慧真是院长，这可怎么办呀？啊！叶总，你说说话呀！他不是你的叶总了，传我命令，开除叶成文、张俊。我也是被蒙蔽的呀！我要是知道他们得罪的是陈院长您，打死我也不会这么对您的呀！乖乖啊，对不起啊，姐夫知道错了，姐夫真知道错了。慧，我们都是一家人呀，我们知错了啊，知错了。你们知错，可笑！你们只是怕了而已。你也是陈家村的人，大伯求你，你不要在陈家村建物料堆坑好。不可能！想不到，小小的一个陈家村，因为一个误会，就将我华夏的英雄逼到了如此境地。英雄岂可受辱？我建议，明天召开一个所有电视台同步的直播节目，在直播中亲自将特聘书递到您的手中，要让整个华夏都知道，你陈慧是当之无愧的华夏脊梁。谢谢张老，多谢张老了。那我先带我妈回去准备一下。胡平，
别忘了，你的根在哪儿？真的要让陈慧毁了陈家村吗？武宗祠旁，由不得你。玉萍，你要搞清楚，就算陈慧真的是华夏功勋，那又能怎？你以为乡亲们想要的是这个真相吗？你今天能让他们不痛快，陈慧以后就别想在村子里待。你还有脸哭？看看你教出了个什么样的女儿！背叛华夏，烧毁族谱，就没有你女儿不敢干的混账事。妈，你怎么了？妈没事。妈！居然没疯到！这村民嫌我得罪了陈慧，没跑出陈家村，纷纷要罢免我这村长之位。谢谢让我退出。叶总、岳父，你们呀都不要担心，有我这个视频在手，他陈慧当不了这个院长。他当不了院长，那他下达的一切命令都不作数了。那是当然呀，我们就去直播厅，把他侮辱乡亲们的视频公之于众。这到时候还有谁会站在他那边？好。经诊断，李母亲患有惊恐症，是短时间内接受到大量负面信息造成的急性焦虑状态。还有，面诊过程中发现他对闪光灯和镜头有应激反应，尽量不要让他接触这些。谢谢医生。请立刻前往华夏电视台。什么？他居然也认出了超导体！给我向叶晨文电话。陈慧必须是华夏叛徒。OK， 各部门检查设备。妈，您身体不好，这里面这么多射灯，不然我让周启明先送您回去。今是我女儿的荣耀时刻，妈以后亲眼见证呀，这真是死，我也担心。世人皆笑我在意虚名，为华夏富强，就是单摆明骂名又如何？此次我参加全华夏的联合直播，只为一件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英雄》全球直播节目。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爱国功勋陈慧女士。立华夏之威也。这枚小小的芯片里面有一整套超导体的演算过程和制作流程，它就是陈慧教授藏在肉里带出来的超导体芯片。因为坚持要回到华夏，渊国给陈慧教授身上注射了能使人发疯的试剂。渊国把他扔到大街上的时候，他想到自己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于是就生生的用指甲挖烂了自己的肉，将芯片牢牢的攥在手中。这还是我们在第一时间找到了芯片。陈慧教授不是叛徒，
他是我华夏的脊梁。下边，我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将这象征着荣耀和权力的聘书，亲自颁发给陈院长。道不能丧，丧尽天良。陈慧没有资格来担任华夏科技院的院长。张俊，你来干什么？我来干什么？申冤，他就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陈慧回乡祭祖的时候，我们陈家村满心欢喜的来迎接他，谁想到得来的导演，这是演播事故哎，必须要马上切断直播。又一个他耳光，收视率15%，至少2亿观众在看我们节目。推进去，推进去。张俊，你不要倒打一耙。不行！观众朋友们，大家来看看这个。如果让这样的人来担任院长，难道不是我们华夏的耻辱吗？是你们欺辱陈慧在先！来人，把这诸位撵出去！让他说下去。华夏观众有权利知道真相，要知道这一切，我帮你做。这视频里的每一个人，都跟陈慧沾亲带故。当初这陈慧出国留学的钱，都是陈家村的村民一分一厘攒出来的。陈家村的村民真挚淳朴，可换来的是什么？是你让我血亲恩将仇报。如果真让这样的人担任科技院的院长，难道不是我们华夏人的耻辱吗？有一点成绩就中。科技院就每一个人都需要审查，这往上查3代，那也得是清清白白。像陈慧这种品行低劣，他怎么能担起科技院院长的职务？是你们欺辱陈慧在先！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你们该死！在全华夏观众面前骗人，哄哄观众开心都不愿意，舆论都压不倒你。是你这样，要是当上了院长，那得狂到什么程度啊？我陈慧行得正，坐得端，不屑于说谎。你们该打我就打了。陈院长，外方内援将会对针对你，简直是太狂妄了！我一定有所收敛，但是没有镜头下，这样是成什么样子？如果我陈慧学会口腹蜜饯、两面三刀，那么在国外的时候，我就已经加入冤国题了。为什么没有？因为我知道有些底线不能触碰。时至今日，仍是一丝悔改之意都没有啊！陈慧滚出科技院！滚出科技院！滚出科技院！弘扬祭祖，他们一个个竟然用扇我妈巴掌代替磕头，为人子女，乳母之仇，怎可不报？欲加之罪，你有证据吗？我可是有手机视频为证。没证据是吧？我的证据可还多着呢。我们都是人证。大家好，我是陈慧的大伯，也是陈家村的村长。就是我这个最疼爱的侄女，她要打我的家人和我守护的村民，我要上去阻拦，她就给了我一巴掌。算了，都是一家人。妈，你把他当一家人，什么时候把咱当一家人了？观众朋友们，你们知道这个陈慧有多嚣张？我爸为了保护村民，打开前面，他却指着我爸的鼻子说还要打的。院长论如何？人皇必有天收。你的性情都是这样，更别说在学校里还能有什么造诣。让他当院长，这是把我们整个华夏之水深火热的种不得民心，不得治天下。
滚出科技院！陈慧，滚出科技院！滚出科技院！陈慧，科技院！不如先给陈院长放假。不行，绝不可以让为华夏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寒了天呐！长老，公道自在人心。现在华夏群众对我有误会，为了消除众怒，我申请休息一段时间。我就是证据，我就是证据。你的身体是，我的脸就是证据。村民一个巴掌再一个巴掌，我的脸到现在还没有消除。是你们说的，只要打了我，放我回来，跟你们说话不算数。这位老红，陈慧有谁的脸你们陈家村的村民打的吗？太过分了！一个村子最起码有100多号人，人一巴掌，这不是摆明了要欺负死人吗？对，就是肖氏敢欺负我妈，别说是还1巴掌了，而头顶下来都是轻的。不是的，不是的，你就是个神经病！村里人都传开了，他妈就是个神经病，那伤是他自己扇出来的。对，陈慧，你明知道你妈得了神经病，还要逼她上台，为了自己的前途，你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啊！脸上的伤可以是自己打的，我身上的伤也是自己打的吗？你们长年累月欺负我，我们家慧慧只是打了你们1巴掌，身上的伤谁看得见呀？对呀，对，张口就胡说，有本事你脱了衣服让大家看看呀！爸。他也就凭着没人敢扒他衣服，别肆无忌惮的诬陷我。脱呀！你倒是脱呀！你敢吗？妈，你干什么？妈，你干什么？陈大山，我身上的当疤，难道都是自己打的吗？回大嫂，来看。你们一家现在是爸的，病房住的都是单间，你知道我们最近怎么啊？我们一家现在跟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陈家村的村民看见我孤苦不依靠，每个人见到我都想欺负我。我们家慧慧难道不该打他们吗？你们居然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偷偷的打我妈，你们简直太过分了！我打了又怎么样？你们孤母一人在村里，我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你让我丢人丢脸，我就要让他胡评，扬我陈大山的鼻息。我不但要打他，我还要让他在全世界的观众面前脱光了衣服，为了他的清白个名儿，我再给他开个店，让他千人骑万身顺。这是在重阳当天。陈氏祠堂拍下，大家仔细看这张照片，看看吴平的脸，分明就是被刚打的。物证俱在，我们还无内行呢。陈慧，揍他！把视频放出去。叶城王妈，陈慧，我可是你大伯，你要是敢动我，就大逆不道。陈慧，我好害见村的村长，我如果在外边随便让人打了，我以后在村里还如何立威啊？慧慧，我求你，你放过我爸爸。我爸他即便不是个好大伯，但不绝对是个好村长啊！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陈家村呀！为了树立尊严，叫我反复欺负我妈是吗？
慧慧，好歹我们都是一家人的，一家人，你们为亲不仁，为人不义，根本就不配和我成为一家人。对。观众朋友们，渊国已发布视频，全面否定了陈慧造出了超导体。快写，快！陈慧学术造假，根本没有造出超导体，他是彻头彻尾的骗子。陈慧在渊国待不下去了，迫不得已想回国，编了个瞎话，说自己造出了超导体。不仅洗清了自己是叛徒的身份，还当上了科技院院长之位，这招真高明！叶长文，顶住，绝不能让陈慧当上院长。长老，陈慧这个贱人，先是背叛了华夏，在渊国待不下去了，又背叛了渊国，这是怕您被他诓骗。我真的制造出了超导体，我就知道你分析不厉害。如果你真的制造出了超导体，你就拿出来，要不然你这个人就是个叛徒。超导体。陈慧，你拿着这个废铁说它是超导体，哈哈哈！钱博士，我记得您给我说过，咱们华夏有好几次差点研制出了超导体，而差点研制出超导体的前提条件是超导体的介质要存放于零下200度的低温环境中。没错，是，没错。超导体，一种电阻为0的导体。存放于零下200度的低温环境中，取出时会有短暂的超导特性。等介质温度升高，超导特性就会全部消失。陈慧，这可是全世界公认的超导理论。如果你手里拿的是真的超导体，那你的手现在也已经冻废了。华夏叛徒陈慧，这回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啊？一个骗人的贱人，就该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耻辱柱？没错，这回回陈家村，我就会为你立一个像，跪着的像，然后把你绑在耻辱柱上。我们陈家村出了你这么个叛徒，你就该永永远远的跪在祠堂，向列祖列宗忏悔。向全华夏忏悔。倘若我真的制造出了超导体，那这耻辱柱不是白立了？假如你真的制造出那个所谓的超导体，那你就是华夏的功勋，而我对华夏功勋不敬，我陈大山就是叛徒。这杯也不白立，我会给你跪下，千年万年向你陈慧忏悔。好，这可是你说的。没错，所以陈慧，你敢验证吗？超导体零电阻，所有电力将无损耗传输。一个灯泡亮1秒钟需要60焦耳的电量，一瓶汽油正好可以转化为60焦耳的电量。如果你真的研制出超导体，那么你至少可以让这个灯泡亮1秒钟。这台机器验证不了我的超导体，因为它不是一般的超导体，而是常温超导体。怎么可能？常温超导体
你的研制成功，华夏国力将无可撼动。渊国研制超导体数百年也没有研制成功，你说你独立于渊国之外，凭借一己之力研制出了比超导体厉害1000倍、10000倍的常温超导体？大言不惭，简直大言不惭！我们整合了整个华夏之力，也才摸到了超导体的皮毛。你竟然研制出了常温超导体，你可知道研制常温超导体意味着什么吗？当然，意味着我华夏从此崛起，意味着华夏科技将一骑绝尘，同时也意味着我陈慧的名字将载入史册，而你陈大山将永贵陈氏祠堂，向我华夏功勋致歉。废什么话！我看你这是不敢。你可想好了？一旦验证成功，你的石像将千年万年的向我忏悔。我刚查了资料，超导体的研制难度非常之大，根本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更何况是常温超导体。陈慧，你这个华夏的叛徒，走投无路了，想起这个由头，是想回到华夏了吧？就是，你是不是怕了呀，陈慧？不敢让人家验证。对，是不是怕了？陈慧，叛徒，华夏的罪人。他是个叛徒。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不，这块破铁钢分明不是量的呀！难道你真的制造出了常温超导体？验证失败。我亲爱的乖侄女，你放心，你的雕像我一定会塑得漂漂亮亮。你这个华夏叛徒，根本就当不了院长。像陈慧这种满口谎言的华夏叛徒，他就应该被关起来。这可是万人空巷的大直播呀！现在还不知道有多少冤国人在看我们的笑话。我说过，这台破机器根本就没有资格来验证我的超导体。上验证机。全华夏的观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时候到了。本节目最后一个环节就是验证超导体，为此，张老准备了电子脉冲超导验证机，让我们共同见证超导体的魅力。为了验证陈慧研制的超导体，我们的演播厅全都进行了改造，地上、墙上全都布满了线路，连通着全华夏所有的电路、光纤。张老期待您为全华夏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那连接全华夏的电路和光纤，你知道这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吗？常温超导体产生的高强度电磁脉冲会攻击目标范围内所有的电子设备，届时华夏范围内所有需要网络的物品都将受到波及，医疗、科技将无一幸免。我看你就是不敢。验证的后果，你们担得起吗？后果？什么后果？验证一块破铁有什么后果啊？我的这块常温超导体不仅可以无损的传输电力和算力，还能够将其进行储存。这块小小的超导体里已经储存了万亿级别的电力和算力，一旦进行验证，华夏的电力和网络系统将承受不住瞬间涌入的能量，将会瞬间瘫痪。大言不惭！即便你真的研制出了常温超导体，它也只不过是个小小的介质而已，根本就不具备出舱能力，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就是，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戒指会有存储能力，而且还是万亿级别的存储能力，这简直颠覆了整个科技领域的认知啊！这么小的座体，拥有这么强大的储存能力，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发射一次火箭需要5吨燃油，有了这个超导体，
他所用的能量足够支撑100万个火箭发射1万次。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不可能。渊国的科技领先我们华夏100倍，一群渊国的科学家都研究不出来的东西，你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就能造出来，说出来谁信？我看华夏的叛徒是你吧？我泱泱华夏人才济济，别人造不出来，难道我们就不行吗？难道我们华夏就一定要落后于他国吗？别耽误时间了。我还以为你真的造出常温传导体，原来只是大话而已。陈慧，华夏是揉不下的，乖乖的跪在我脚底下求人吧。会给你一个臭冤国的机会。这陈慧也太猖狂了，这么大的谎也敢撒！就是冤国不要的跳梁小丑，穷途末路了，想的昏招吧？乖侄女，石匠我已经联系好了，预付款我都已经交了，就等着乖乖的跪在祠堂赎罪呢。不过我再怎么说，也是你的亲大伯，还是会疼你的。你只要当着全世界的观众给我跪下，乖乖磕3个响头，我就放过你。痴人说梦。好，还敢嘴硬？那我就把你妈的衣服脱光，把她送到村里去卖。我看你到时候还敢不敢嘴硬？这，别脸不要脸！好啊，观众朋友们，陈慧叛徒被揭穿，他就把气出到了我的身上。大家都看到了，大家都看到了。当时他在祠堂就是这么打我，就是这么打我们陈家村的乡亲们的。他妈挨乡亲们的每一巴掌，都是在给他赎罪呀！陈大山，记住你说的话，你的石像将跪在陈氏祠堂，千年万年的向我赎罪。5秒，只要5秒，全华夏将进入威慑时代，全球的历史将由华夏书写。5、哎呀，咱们华夏这回丢人多少用吧？4、3。像陈慧这种为了洗清叛徒身份，拿着整个华夏颜面开玩笑的贱人，就应该被陈大山做石像跪着。2、1。这台设备可是张老准备的电磁脉冲验证器，够不够验证你的那个常温超导体啊？我宣布，陈慧根本没资格做科技院的院长。你可真是吃屎，要敢热！验证体有反应。就算是电磁脉冲验证机，也承受不住常温超导体瞬间释放的巨大能量，冒黑烟了。不过观众朋友们请放心，它还可以正常使用。哼，这明显就是电磁故障，情商一样的事，你少往你这块破铁上贴金。我宣布，验证失败。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这是生的，是成功呢，还是失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难道验证成功了？陈慧真是我们的华夏功勋啊！验证
成功了！这一刻，我共同见证了前沿科技带来的震撼和光芒，太厉害了！跳梁小丑，还有什么话可说？我提议将这群人全部赶出演播厅。还前沿科技带来的震撼和光芒，你这震撼未免也太短了吧？电路的瘫痪呢？网络的瘫痪呢？我这头顶上的灯还亮着呢。没停电，网也没断。陈辉，这就是你所谓的瘫痪呀？还是说这是你重新定义的瘫痪？储存万亿级别的电力和算力，你知道这是多大的能量吗？一不小心就会将整个世界陷入无尽的黑暗。编，接着编。掌握前沿的科技只是开始，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掌控它。我不仅使常温超导体拥有了万亿级别的储存能力，我还精准地掌握了它释放的办法。常温超导体拥有储存能力，哪怕焦耳单位的储存能力都是天方夜谭，更何况是掌握、控制、释放能量的方式。掌握和控制常温超导体精准释放能量的方式，就是找个人开关嘛。刚刚东宫的停产是你安排的吧？哎呀，他哪来人呢？肯定就是机械故障。精准释放能量，这一点是万亿级别的电力和算力储存在小小的一块铁疙瘩里，还可以精准控制能量释出，这不就等于可控核聚变吗？诶，是什么？如果这项技术验证成功，我们生产的任何一块1厘米乘1厘米的合金块，经过超导流程都可以变成储存器。那么研究可控核聚变将毫无意义。导演，这个陈慧说的好离谱啊！没有问直播吧？收视率50%，史无前例，史无前例啊！不能中断。一级戒备，各部门请注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请马上储存好重要资料，电力和网络即将崩溃。特别提示：机场、医疗、科研领域将不参与此次验证。死到临头了，还嘴硬。观众朋友们，再次提醒，一级戒备。知道拖延时间，还说要断全华夏的电和网，我看这演播室的电不都还好好的吗？电力算力释放中。诶，咋回事？我的电力真的崩溃了。陈慧，这灯怎么还亮着呀？电力算力的运行需要时间，时间需要多久？1年、2年、3年、5年，还是10年，还是100年？那个祠堂也给我修个雕像，我怕我活着等不到哎。好，好，陈慧，你不是说瞬间吗？这瞬间未免太久了啊！是瞬间。电力算力的瘫痪是从华夏的外圈一圈一圈的向内进行。从我按下验证开关的那刻，电力算力的瘫痪就已经开始。3秒，还有3秒，演播厅的电力和算力即将瘫痪。这个陈慧真是满口谎言。就算电力从外圈开始崩溃，这么声势浩大的断电，在网络上早吵开花了。哎，这网上也没人说停电了呀。看陈慧，滚出科技院！导演，陈慧撒些没有边际的谎，会不会影响了华夏的对外形象？要不我们还是终止直播吧。收视率上涨至65%，不能中断。我说不能中断直播，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导演，我们没有暂停直播呀。快检查设备。好，马上检查。导演，停电了。滚出去！
这个灯说灭就灭，说亮就亮，总能证明陈慧研制成功超导体了吧？陈慧该不会真是华夏的骄傲了？这陈慧现在是院长，手底下有几十万人，随便找一两个人控制一下开关，这不一句话的事儿吗？这儿呢啊！灯没亮，真的停电了。那这个小废体真能控制整个华夏的电力算力？眼盲心瞎。协总，一定是陈慧，他知道演播厅区域会停电，碰巧而已，碰巧而已。哦，对呀，大道至简，这么简单道理，我怎么想不明白呢？陈慧，你只不过是运气碰巧碰到停电罢了。你们好好想想，如此大规模的停电，网络上怎么没有流传出来？我看你是脑子不好使吧？电力崩溃的地方，网络自然也就崩溃了。拿什么发消息？脑电波吗？是呀。陈慧，你笑什么？你就是运气好，碰到停电了。1分钟，全华夏的电力算力恢复。现在你信吗？1分钟，陈慧，你是不是吹牛把自己脑子吹糊涂了？1分钟就是一瞬间啊！一瞬间就是1分钟。全华夏的电力算力恢复需要1分钟，但恢复演播厅只需要1秒。哎呦，你可真会给自己找补。那合着你说什么那就是什么了呗？各位观众朋友们，他陈慧压根就没有制造出超导体，他就是咱们华夏的叛徒。怎么，你是活不了1分钟了吗？还想打我？你有想过后果吗？主任叛徒，人人有责。我这么做也是替华夏清理门户。即便我真的有罪，自有人来审判我，还轮不到你。你弄这干什么呢？真准备给我收祠堂吗？陈慧做到了，华夏真的造出了超导体啊！哎，有了！网络上有消息了，网友们都说真的停电了，超导体验证成功了。太好了！超导体的验证成功，不仅是一项技术突破，更是照亮了华夏科技震慑全球的路。一定是陈慧控制了开关。陈慧能控制演播厅的开关，难道能控制全华夏的开关吗？交给你。陈慧，你已经在华夏证明了自己，是时候回家了。陈慧，你用华夏的电力和算力来验证渊国的科技，你真是渊国的一条好狗呀！渊国可以污蔑我1回，难道就可以污蔑我第2回？断开直播吧。超导体这么恐怖的技术，如果被渊国掌握了，那我们华夏怎么办？就是叛徒陈慧，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你敢不敢和你的渊国爹一起跟我对峙？现在什么情况？您刚刚也看到，他要跟您当面对质。听说你要跟我对峙，没必要，陈慧。你是我们渊国的一个继续分子。你的账户收到渊币1亿，取落你的1个亿渊币，已经打到你的账户。为了1个亿就出卖华夏，叛徒！必须把陈慧给抓进牢里。对，抓进牢里啊！抓进牢里！抓进牢里！我既为渊国工作，那你为何要在直播中揭穿我？难道你不知道这样会让我置于危险之地？我承认你很重要，但国与国之间有更重要的较量。你已经展示了渊国的实力，没有价值了。你的意思是说，渊国也有常温超导体，不需要我回去主导了？这是当然。好，那你们的常温超导体也有精准打击的能力？什么？陈慧，你耍什么花招呢？报警！这种背叛华夏的贱人，就应该被千刀万剐。
我不是叛徒。你都收到渊国的1个亿了，还不是叛徒呢？主持人，我听说你是学法律的人，你说说，像这种叛徒后果是什么？10年牢狱。听到了，陈慧，10年。既然你也有长文超导体，那么我们对垒。怎么对垒？难不成你的长文超导体能断华夏的电根网，还能断渊国？长文超导体的第2项功能，雷霆一击。长文超导体的第2项功能，雷霆一击。长文超导体在释放能量的过程中，可以摸清每一条线路和光纤的位置。只要华夏有一条线路和渊国连接，我就可以顺着线路报废渊国的任何一样设备。天方夜谭，你所说的简直是天方夜谭。他说的可能吗？高级黑客利用技术，利用口令入侵，或者木马黑掉联网设备是可行的，但是想要报废设备，任何技术手段都是不可能实现的。陈慧，你这个教授的名气，那不是买来的吧？众所周知，电路传输的是电信，光纤传输的是光信号，这2种电路都不具备物理攻击的能力。你的长文超导体所散发的能量，难不成是加特林？我制造的长温超导体可以在我指定的任何地方形成电磁干扰。超导体里面储存的亿万级别的能量，能够精准的在我指定的任何地方释放。超导体能储存能量就已经是天方夜谭。你的意思是你的这个破盒子能顺着电路和网络一起精准打击任意目标？陈慧，你的意思是你造出的超导体不仅具有可控核聚变能力，还能让可控核聚变在任意地方发生爆炸？没错。像这种科技根本不是这个时代应该出现的。哼，这不是科技，这是科幻。陈慧这个贱人，为了洗清自己叛徒的标签，不惜撒下弥天大谎，怕不是整个地球都要升维了吧？常温超导体的研制成功本身就是技术革命。随着对常温超导体的持续研究，无论是虚拟世界还是星际航行，都将成为现实。科学家就是要有想象力。等你从华夏大佬出来，我渊国愿意接纳你。你不相信？当然相信。只要你让渊国科研基地里粒子对撞机发生爆炸，我就相信你。粒子对撞机是渊国最高科技代表之一，哪怕是举全华夏之力，想要毁了它，这根本不可能。粒子对撞机耗费巨大，我劝你还是换一样东西验证吧。例如说柯媛媛的一台电脑。对撞机就选对撞机。既然你们找死，那我就成全你。正在查询目标，目标渊国对撞机已锁定。我没回来做，快开始直播。那么我要开始验证了。华夏如今的科技已经引领你，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换一样东西验证。我看你就是不敢。我提议啊，现在就报警，把这个叛徒抓起来。陈慧，验证吧，失败了也没关系。等你出来，我渊国仍会给你最高的礼遇，接你回渊国效力。10年，突破渊国。验证开始。密切关注粒子对撞机的消息，哪怕附近有一只蚊子，也要向我汇报。目前一切正常。听到了没？现在一切正常，你就乖乖的在监狱里面待上10年，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成为正式的科技院院长。陈慧，只要你愿意，我们渊国愿以华夏交涉，免了你的牢狱之灾。不然，我们渊国的战斗机、航母
可不是摆设。爆了，对撞机爆了！你敢查我们对照机？我们渊国也掌握了超导体的前沿技术。你怎么知道渊国不会改超你？科技属于全人类，谁也阻止不了你们进步。但是科技的引领者一定是华夏。好啊！现在你相信了吗？不信的话，我还可以验证更多的设备。别！我信了。科技比我们领先100年的渊国，竟然落荒而逃了！晨会英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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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会英雄。你好，夫人，是我报的警，但是都是一场误会。刚刚已经证实了，陈慧教授并不是叛徒。是我报的警，在渊国控制场上这台电视时，直播已经终止了。那个渊国人是怎么知道陈慧要跟他对峙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你偷偷摸摸打的那通电话是给他的。我这是为了威慑他。再说了，这能代表什么？渊国发布诬陷陈慧的视频，并没有在网络上流传。经调查，是你用科技院的绝密资料跟他换取了视频。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也是在网上取的。混蛋骗我！请跟我走一趟。乔，陈小天，都怪你！你这个贱人！我给你男人找了个好工作，你还不振作！连连，你怎么认识叶总的？啊？啊，那天叶总来祠堂找的不是我，是你吧？你说话！那个姓叶的，这可是全华夏的直播，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女儿？想说这辈子就生了陈慧这么一个女儿，她可是华夏功勋。再看看你，这辈子就生了陈家人那么个废物。上了，走。陈大山，你是一村之长，当为表率，石汝柱和你的石像得立在陈氏祠堂。怪着你们，大宝给你跪下了。好歹是一村之长，要是我的石像跪在祠堂里边，我以后在陈家村如何领位人？你想我免了你的罚？如果人人做错事都不用付出代价，那这个世界只会滋生出更多的罪恶。陈慧，陈家村马上就变成废料堆坑，陈家村马上就变成垃圾场，我的石像你往哪儿立？我决定原动力物料堆坑另行选址，就建在人迹罕至的低洼地带。不行，绝对不行！必须建在陈家村，必须！你一生为立村长威严，坏事做尽，到头来要亲手毁了陈家村。我不会放过你！陈慧教授，被威胁，你不害怕吗？被威胁是敢为先行者的宿命，为华夏，我陈慧万死不悔。慧慧啊，我们也都是被陈大山一家给蒙蔽了。拿回去吧，你们对我有恩，现在功过相抵，你们不欠我什么。收下吧。有些错
就算道了歉，也不可以被原谅。长老，陈家村的村民为了将功赎过，自发的来建设新材料厂，但新材料厂信息泄露，您这次过来很可能有生命危险。我马上过去。慧慧，你真的想好了？这是我的责任。